昨儿晚上纽约那座能装8万人的大球场，灯光跟白天似的。法国对瑞典淘汰赛输了就回家，瑞典手里攥着俩身价上亿的顶级中锋，来之前放话要掀翻法国，结果呢，上半场最后1分钟，姆巴佩单枪匹马插进禁区，一脚冷静推射，球进了。下半场他又补一刀，梅开二度，3-0。瑞典那俩大牌全程没影，干干净净被送回了家。可姆巴佩这2个球还巧没声干了件大事儿，他生涯世界杯进球凑齐了18个，追平了一个人梅西，球数是追平了，可位置呢？这一届谁站在最高处，谁还在半山腰。今儿咱不聊比赛，咱排座次。先说个大背景，给头回看球的朋友补一句：小组赛踢完，淘汰赛开打，世界杯从这儿起就变天了，赢了往下走，输了收拾行李回家，没有第二次。每一脚都带着回不回得了家的分量。32支队已经打完7场，回家了7支。今儿老马干的就是把还活着的这25支队各自那个灵魂人物一个一个拎出来，从夯到拉排个座次。我是老马，把丑话撂前头。今儿这一期纯是我个人瞎排，现在还活着的25支队，一个队挑一个魂儿，从最夯排到最不夯，全是我一家之言，图一乐。你要不服，评论区咱唠，可千万别急眼哈。规矩就仨。头一个淘汰赛打到这会儿，32强里已经淘汰了7支，场上还剩25个活的，死了的今儿咱不排。德国、荷兰、乌拉圭那帮回头单开一期送。第二，都杀到这份上了，没有拉胯档，能活下来的没一个孬种，最低咱也就排到 C， 那意思这届还没踢开，不是不行。第三，讲到谁谁的旗才往上飞。行，开整。先说个你可能不太熟的队，今儿晚上东道主美国压轴一场，对面这支波黑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他们的主心骨哲科40岁。你要是10年前看球，这名字如雷贯耳，曼城、罗马、国米都踢过，是那种站在门前就能进球的猛男。到今天还是波黑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150场国脚，前无古人。可英雄也怕岁数，这一届小组赛他3场1个球没进，真正把球捅进网的是队里俩不到20岁的小年轻。球队还被瑞士灌了4个。40岁老哲科旗还扛得动，枪是真扛不动了。这位置 C 档。再说一遍，这档不要拉胯，叫这届还没踢开。今晚对美国，老爷子能不能回光返照来一下，咱等着瞧。接着说今晚要踢的，刚果金维萨在英超布伦特福德踢球。刚果金这队过去在世界杯上就是个陪跑的，存在感稀薄。可这届维萨一个人把这队扛了起来，3场进了3个球。最生死的一场，球队落后，他自己造点球，自己罚进，又梅开二度，硬生生把球队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一个人半支球队 A 档。今儿晚上他要硬碰英格兰，咱看他还炸不炸得动。还有一支今晚踢的大队，比利时德布劳内，这哥们儿是曼城的大脑，踢了快10年顶级中场，一脚传球能撕开任何防线，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组织者之一。比利时这批人号称黄金一代，球星一大把，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好也就是上届的一个季军，总差一口气。这届德布劳内前2场憋得脸通红，直到末战对新西兰一脚进球1记助攻，大脑总算开了机，硬实力摆在这儿，就看淘汰赛这脑子还转不转得动。A 档啊，今晚对塞内加尔一场硬仗，今晚要踢的这几个先摆着，往下比之前，咱得先把这届的房顶立起来，不然底下没个标尺。阿根廷梅西卫冕冠军就是上一届的冠军，那座大力神杯正是他带着阿根廷捧回去的。今年他38了，这8成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可就是这么个岁数，小组赛他一个人干了6个球，金靴榜领跑，4份媒体最佳阵容，全票1份不落地选他。38岁还这样，你敢信？他这辈子拿过8个金球奖，是把足球踢到头的那个人。对这么个人来说，往后每多踢一场都是赚的。这大概率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这一届的天花板就定这儿 SSS 独一档，记住这个位置。底下这些人咱挨个看，谁够得着？东道主墨西哥莫拉17岁，搁别人这岁数还得踢对坐板凳，他头一回首发就当了全场最佳，一脚直塞把捷克的防线撕开。墨西哥小组赛3战全胜1球没丢，前2天又2-0赢厄瓜多尔。
这可是他们40年来头一次在淘汰赛赢球。阿兹特克球场直接炸了锅，这小子前途无量，就是出场还太少，底子薄点，不敢排太高。B 档搁这等着淘汰赛立功。巴拉圭戈麦斯30好几的中后卫，队长在巴西的帕尔梅拉斯踢球。巴拉圭这队没啥大牌，就靠一身铁血防守偷分过日子。戈麦斯就是那口锅的锅底。这届他带着后防连续0封，然后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前2天巴拉圭把德国给淘汰了，4届世界杯冠军回家了。常规时间1-1，拖进点球，戈麦斯领着后防死死顶住，4-3，把大力神杯的老主人送走。防守能防出这动静，这份晋级含金量拉满 A 档。瑞士曼赞比20岁，在德甲弗赖堡，这又是个横空出世的新星。小组赛他替补上场就梅开2度，3场进了3个，是瑞士队内最佳射手，2份媒体最佳阵容都点了他名，硬生生把队长扎卡、老前锋恩博洛的风头都抢了。后场可谓 A 的澳大利亚伊兰昆的也是20岁，揭幕战他一脚世界波破了澳大利亚队史最年轻进球记录，那一下确实惊艳，可惜就那一下，后2场全队哑火，他也没了动静，属于灵光一现。太年轻，续航差口气。C 档等待下一个世界波，摩洛哥萨伊巴里在荷甲埃因霍温说：“摩洛哥，你得知道，上届世界杯他们杀进过4强，是头一支闯进世界杯4强的非洲和阿拉伯球队，是整个非洲足球的旗帜。这届扛旗的就是萨伊巴里，小组赛3场全都破门，有一个球开场1分来钟就进了，刷新了摩洛哥队史最快纪录。前2天对荷兰1-1之后点球大战，他一脚罚进制胜球，把这支拿过3次世界杯亚军的橙衣军团给点杀了。从小组烧的淘汰赛，火都是他点的，直接 S 灵魂实锤。哎，对了，顺嘴提一句，喜欢老马这么排球的，右下角点个订阅。第一次看球，每天的世界杯我接着陪你唠。行，接着排。哥伦比亚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名字得往回到10来年。2014年世界杯，他一记凌空抽射惊艳世界，拿了那届金靴，红遍全球。后来这些年，人一度沉了下去，好些人以为他早过气了。可这届他反手给了所有人一巴掌，带着哥伦比亚压着葡萄牙拿了小组头名，一场球做出5次机会，是1998年以来头一个哥伦比亚人，34岁，踢出了复古的味儿，全队节奏都在他脚底下播了。A 档老而不僵，7月3号对加纳，奥地利阿瑙托维奇，37岁的老江湖，西汉姆、国米都踢过，数据不扎眼，可关键时刻他在。小组赛2个关键球，还有一个是补时点球绝杀了约旦。老炮的价值不看跑动，看脑子，脚踩在节骨眼上。B 档各队的顶梁。7月2号硬啃西班牙，塞内加尔伊斯梅拉萨尔在英超踢边锋。塞内加尔号称非洲雄狮，是这些年非洲最稳的强队之一，主力大半在欧洲顶级联赛踢球。这届萨尔就是队里的箭头，3场进了3个，全队火力都攥在他脚上，倒地了都能给你把球捅进去。塞内加尔能挤进来，一多半是他扛的。A 档，今儿晚上他对的正是刚才那个德布劳内的比利时，箭头对大脑加拿大乔纳森戴维，这是个身价不菲的正牌射手，常年在法甲里尔一场接一场的进球。加拿大最大的问题是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整个小组赛因伤一场没踢，进攻全压在戴维一个人身上，他一场帽子戏法把球队顶进淘汰赛。前2天球队又1-0绝杀南非，队史头一回进16强，绝杀那脚虽是队友补时踢的，可这一路是戴维扛过来的。B 档东道主的顶梁柱，埃及萨拉赫利物浦的传奇，在英超一个赛季30个球那种，是整个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门面。可他在国家队一直有个心结，带埃及打世界杯总也赢不了球。这届他干脆改了踢法，从边路往回撤，当起全队的大脑，一个人把埃及串了起来。你可能想不到，埃及从头一回踢世界杯到现在，等一场胜利等了整整92年。这届萨拉赫带他们赢了，还杀出了线。法老的发动机名副其实。S 档7月3号对澳大利亚，老萨拉赫还有戏。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40岁，佛得角是大西洋上的一串小岛，全国才50来万人，搁咱这儿连个区都凑不齐。这是他们国家头一回踢世界杯，就靠这位40岁的老门神，小组赛3场平局，一个没让人攻死，硬从缝里挤了进来。40岁站门里跟座山似的。A 档他7月3号要硬碰的正是坐在榜顶那位梅西的阿根廷。
老门神赌球王这画面值票价。克罗地亚莫德里奇40岁，皇马的传奇，拿过金球奖。别看他个儿不高，脑子是真好使。上届世界杯，他把克罗地亚这么个几百万人的小国一路带进了决赛，那年还拿了全场最佳。这届生死战，他一个角球未饼，绝杀加纳，成了世界杯史上最老的助攻王。40岁了，腿脚是慢了，脑子一点没慢。这岁数还得靠他给球队兜底。A 档，他7月2号的对手是另一个老不死的葡萄牙的 C 罗，俩老家伙的黄昏对决 ，C 罗后的压轴。咱细说，加纳塞门约在英超伯恩茅斯，加纳这届有点背，头牌库杜斯受了伤，塞门约被推上来，一个人扛起整条进攻线。3场他没进球，可这活他接住了，顶着压力把加纳带出了线。数据不亮眼，但这份担当值一个 B 档，救火的顶梁。7月3号对哈梅斯的哥伦比亚，另一个东道主美国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踢球，是美国队最大牌的球星，人送外号美国队长。头一场他就助攻封王，成了美国队世界杯历史助攻第1人。可惜天不遂人愿，半场他拉伤了小腿，大半个小组赛搁那养着。人是真大腿，就是没踢几脚。B 档，今儿晚上美国压轴对的就是开头那只波黑，他伤好没好，咱都盯着。西班牙奥亚萨瓦尔，皇家社会的前锋，你可能对他没印象，但上届欧洲杯决赛绝杀英格兰，帮西班牙捧杯的就是他那一脚。这届西班牙天台亚马尔仰着腿，老奥顶上2球1助，全队5个球，他一个人沾仨。西班牙后防一个球没丢，那是另一个19岁小妖库巴西的功劳。进攻这头靠的是老奥。B 档实用。7月2号对奥地利阿尔及利亚马赫雷斯，这哥们儿当年在莱斯特城创造过奇迹，又去曼城拿了一堆冠军，是响当当的人物。这届他前2场也哑火，可末轮突然支棱起来，单挑奥地利梅开2度，93分钟一个单刀反超，硬把阿尔及利亚拽了进来，一发力就是定生死那一脚。A 档7月2号对瑞士，英格兰凯恩拜仁的中锋，英格兰队史第一射手，这届他3场进了3个，其中第11个世界杯进球，超了名宿莱因克尔，成了英格兰世界杯历史第1射手。他的进球本身就是英格兰小组赛的剧本。S 档，今儿他对刚果金，又跟刚才那个维萨对上了。行，该说几个真正的大名字了。巴西维尼修斯，皇马当家球星，巴西胸口绣着5颗星，那是5次世界杯冠军的加点，全世界最多。这届巴西伤了一堆人，拉菲尼亚伤退，罗德里戈赛前落选，那把火全靠维尼一个人烧，3场进4个球，场场破门，4份最佳阵容全选他。跟梅西一个待遇，是这届唯一一个数据能跟梅西掰手腕的人。前2天球队2-1逆转日本，惊险晋级。你说他顶不顶？顶。可这一届最高那2格已经有人定上了，维尼顶格的 S 就差那一口气。开头那个人回来了，法国姆巴佩，公认的地表第1前锋，最大的杀招就一个字儿：快。上届世界杯决赛他一个人踢进过3个球，可那场偏偏输给了梅西的阿根廷。俩人当年还是巴黎的队友，这一届他领着法国踢进全场最多的10个球，淘汰赛揭幕又对瑞典梅开2度，生涯世界杯18个球，追平了梅西。这一届他自己也揣着6个，金靴咬得死死的，够神了吧？可他心里门清，头顶上还坐着那一位姆巴佩 SSN 准神压轴的第2人，离最高那格就差梅西那一口气。挪威哈兰德这名字你必须记住，他是曼城的进球机器，一个赛季30-40个，是当今足坛最恐怖的得分手之一。可邪门就邪门在，挪威已经28年没进过世界杯了，哈兰德这么大的腕儿，长这么大压根儿没踢过世界杯，这回头一次来，他憋着一身劲儿，3场进了5个球，只比梅西少1个。前2天面对上届非洲杯冠军科特迪瓦，一直被摁着踢，直到86分钟，他抓住一次机会，一脚补射绝杀，把挪威第1次踢进了世界杯淘汰赛。饿了很久的猛兽到底还是上了桌，这么猛往哪儿搁 ？SSS 够不着梅西。SS 让姆巴佩占了 SS 档头一个，挪威的太阳晒到这儿封顶。最后一个，你们从头等到现在的那位葡萄牙 C 罗，全世界粉丝最多的人，6.66亿，跟梅西并称了快20年，是这个时代的绝代双骄，5座金球奖，
该拿的荣誉全拿了，可偏偏就缺一座世界杯。今年40岁，这铁定是他最后一届了，还在破纪录，开门一场就梅开二度，成了世界杯史上梅开二度最老的球员。就冲这份分量，这份话题，这个位置咱不敢往低了放 S 档，跟哈兰德、维尼一档。至于最高那格，这一届那把椅子梅西坐着呢。俩老对手的故事还没完。7月2号，C 罗对莫德里奇，黄昏里再碰一次，得25个魂排完了。你瞅这张榜，最高处梅西一个人坐着，姆巴佩、C 罗、哈兰德、维尼这一票神仙全在底下够着。再往下看几步，好戏在后头。这半区里全是硬骨头，梅西的阿根廷，姆巴佩的法国分在两边，得进了决赛才可能碰上。可 C 罗和莫德里奇7月2号就得先火拼一场，俩加起来80岁的老头，输的那个这辈子世界杯8成就到头了。再往上16强、8强，强队撞强队，巨星撞巨星的戏一场接一场。可话又说回来，这才小组赛加半轮淘汰赛，榜底下这些还没踢开的，淘汰赛一脚就能翻身。高处这些一场没踢好也能栽下来，谁笑到最后？现在谁也不敢打包票。淘汰赛才见真章，留俩问题，评论区聊。这25个里，你觉得谁排低了，谁排高了？尤其 C 罗这个位置，你服不服？还有你压谁能一路杀到最后，把老马这张榜给踩个稀碎？顺手点个订阅。第一次看球，淘汰赛一天比一天精彩，咱别走散了。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咱们下一场见。